国内切车台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第一台，但是呢，应该是我们家的第一次啊。这次车台有做切割烧焊，G30的尾灯半，G30后盖，整块直接换，自然而然呢就要把它敲开了哈，都要切掉。哎。 说车车道套件也齐了，画面中现在这一套就是我们当初影片有曾经拍过，有做过一集 F10直接无损升级 G30N5 的套件，很多观众都敲碗问我们说，有没有可以1:1的车尾如果切割的？机会来了，看一下这边，先看一下车头，改成新款的 G30头灯跟 G30N5 的前保，这个套件本来就已经有了，没什么问题。对，那这次的仿真度做的比较像的是，鼻头里面的杂片我们都做出来了，像素会更高。其实就基本套件没有什么好讲的，叶子板跟引擎盖已经先改好了，这以前都讲过了，我们就不再多做介绍了，好不好？来看下后面，这组后保杆、后箱盖，还有重点后叶子板。 又要切了，这次真的要切了。反正车主愿意嘛，这一刀下去就会非常的像。当然有人觉得切好，有人觉得切不好。后车厢哦，整个换的最大不同之处在哪里？我们看一下。 原本的这个版本，这边的这个线非常利，这个已经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。然后它这边的零线跟它的尾灯的大小，尾灯比较长，这个后盖呢就是1:1的 G30，装大包是 N5，就变 G30N5 了，非常的长，有没有？一个手掌这一个拳头已经超过它正常该有长度了，整个做起来会非常相似，有没有看到？就跟原车的会有很大的差异。老板，这套买回来到底水准怎么样啊？老实讲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个像我们半截是第一套，这一套是我目前筛选过呢，就是看起来比较还 OK 的，装起来到底值不值以后推荐给台湾的玩家，我也不知道。 但是我只能讲说，我们尽量装看最后能不能把它呈现出来。我们再跟大家分析这一套到底买起来值不值得，这个蛮值得大家讨论的问题。哦，真的要切了，不客气了，好不好？切下去车会不会没价了？应该也没有没价的问题啊，车本来就没什么价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，改成功就看起来很有价了哦。我们看这次改的怎么样？好，走。不是新车买不起，而是老车改装更有性价比。国内切车台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第一台，但是呢，应该是我们家的第一次哦。这次改的非常彻底，这次车台有做切割烧焊，G30的尾灯半，G30后盖，那也是整块直接换，自然而然呢就要把它敲开了哈，都要切掉了。好，这切掉就是这样子，切掉就没有了。然后呢，再来进行改装，改完后会是什么样子？走。 组装后状况如何？哇，做完了对不对？现在这个呢，就是我们 F10哦，改 G30N5哦的最后的 F90吧 ，F90。 对啊 ，F90是正 N5没错啊，这是5系列，这是假的，这里叫 G30N5没错啊，了解了没？哦，最后阶段了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有一些其实解决不了重大的问题存在，也可以让一些钣金界的朋友、改装界的朋友去参考一下这个东西这样改装后面好不好收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重大的问题，大概有5个重点要讲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。
缝隙比较大。哦，这应该不是比较大吧？小指头可以伸进去了。这个我们并不是要刻意去扭曲它，灯跟这个钣金的缝都已经调到极限了。这个地方缝我们已经做到极限了，可是这个地方缝怎么可以这么大？老板，这用补土补一补就好了吧。如果这补土可以补的话，那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把它补漂亮的话，这边如果补土的话，这边很容易帮掉就容易生锈，所以这个地方应该用铁工去改。这已经不是套件直上可以做到的问题，我们标出来的问题一一解决。现在呢，就是钣金本身这个公差的问题。来看这个灯的下面，这个灯下面保杆的缝，我们看到这个间隙，理论上看起来像不像要拉高？保杆向上点，对不对？因为不可能灯再下来了，上面缝都漂亮了嘛。保杆如果上去还上得去吗？卡死了。它已经顶到了，所以你基本你也上不去了。也就是如果像这个问题要解决啊，这个保杆我们等一下会来切割，会把这边割开，让它放大。不能切后车厢吗？如果切后车厢的话，因为倒折的钣金漏有限，如果切到太多会开花，会破掉，所以不建议。然后后车厢会夹到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改成电控开关了。看哦，注意看哦，它会夹到，这个地方会夹到。夹到之后呢，它会没办法关闭，看到了哦，因为它缝隙太小了，因为后这样不能再调高，调高这边又对不到了，所以这不能调高，了解了？这两边平面又对不，这边又高低了，有。对，所以它基本上来讲呢，盖到底，让它吸一下哦，现在盖到底了。就夹到了，所以保杆要割。再看侧面来，哦，这边间隙偏大，有没有看到？但这个大我们等一下会解决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前后的问题了。这个屁股并不是我们组装的时候不够往前，是真的尺寸其实还是有一些蛮大的差异的。地方收尾的这个角度平常就是考验钣金师傅的功力。拆开后车厢以后，因为我们是不是切过车台了，尽量符合原装的改装方式。内部的车台到时候做完是不是漂亮？好，就这样子哦，接着下去，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敲碗非常久的 F10改 G30N5 这台车，其实原本我们家是做收尾的工作。当初来找我们是因为他在别的地方已经做过车头工程，我们其实帮他修正的地方非常的多。因为他之前有上一个影片，其实 YouTube 上是有的，就是他交车前非常的不愉快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车主把车交给修车厂师傅改装。发生了令人愤怒的事件，投入了所有的热情和期望，希望透过改装让他的爱车更加独特。大灯没装好，橡胶露了出来，侧裙缝隙超明显，上下比对之下缝隙非常明显。保护你的爱车，寻找专业而可靠的改装专家。有一些细节密合度他没办法做到他们要求，所以来我们家做2次净化。这个整个车头的密合度其实就跟原装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这样。我们今天跟观众好好介绍一下这台车的细节做到如何，它这台车用意是为何呢？有哪些破绽？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，一眼辨别真假，教一下大家看怎么去认这个车。先从车头开始讲，它是只要换了引擎盖、叶子板跟前保是直上套件，但是其实直上非常不愉快的是，因为它的密合度都非常的差，是用副厂的头灯去做，其实它就会出现一些闪烁啊，或者是亮讯号啊，就是一些奇怪的问题。所以那个时候来就是一边亮一边不亮，很多问题就对了。就帮车主把它改成原装的，然后把里面的线拉出来改线路，把它弄成这个 F10听得懂的讯号，雷射的蓝莓。当然这个车不是雷射，这只是个路可以。所以头灯目前看起来呢，就如大家所看到，非常漂亮，就像顶级版的 N5 一样。比较细的地方是包含这个水箱罩里面还有这个散热片 ，G 系列的这个里面的散热片其实是会因为风。发车会开，对不对？开闭的，就是个好看的仿真，而且内部的吸气罩，这里面的下面整个的吸气罩，我们全部都把它还原回来，所以这个细节做得非常细。头灯的密合度，包含引擎的密合度，这里面所有的缝隙几乎都跟实车比照办理。这引擎盖的缝隙，其实目前我们看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现在是这一节，它凹下，看得到了哦，应该也是要板起来。尤其到这个 A 柱这边，可以看到它原本来是什么样子。这边全部的缝都烧起来，我们把它切开往下倒，全部重做，这边也重做，这缝现在超漂亮的啦。这边也是切开倒下来。那这地方车门缝现在目前也是往下，其实这线条看起来都非常直接非常干脆。然后侧裙也是现在目前看都没有奇怪的问题，其实来都是有问题的。其实老实讲，这个车这样改，很多人就说直接换车就好，是不是？没办法，车主换不了，因为看这卡钳就知道。看牌太血本，他真的很爱这台车，之前都已经该改都改了，所以他觉得换车他没这必要，他就想说外观改一改，事情可以解决。车主觉得舍不得这台车，所以花钱下去改了。20寸的 BBS 铝圈将钛合金螺丝，前面的卡钳是选用了正 N5 F90的卡钳，400盘面的这个碳纤维碳盘，帮后面这一对加起来，大概行情应该要30万大概有问过一下，大概30万，而且 KW 正气 V3的也花了，然后头中尾段。包含排气管，包含写一阶吧，晶片都写好，该花的都花，对，该花的话就舍不得这个外观对，所以来做一个这个
好，第二阶段我们其实已经开过很多，只是换尾灯、换后保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这个最简单，路上最多的。那现在这个比较少见的是，它改了一个后车厢，连切叶子板，我记得有影片这样切的，改了真正的 G30的尾灯进去，还有 G30的保杆上车，这是切车台才能做到的。我们也真的切了。杨哥，那这个密合度还好吗？其实我跟你说哦，这一组如果真的是叫我打分数，这组后车厢啊，对，我应该真的给不及格，不及格。我们的每个灯缝啊，包含保杆的缝、这个叶子板的缝，还有连这个灯下面的缝，全部都手工做的，这真的是太难搞了。保杆这边割了好几刀，把它拉开，要全部切开来，把它拉宽，把它收缩全部调回来，才能做到正常。继续用塑胶超音波熔接去做，我们一路这样补料，从这边全部用塑胶料一路补回来，这边也割开来了。 把它拉出来，拉出来的话，后箱盖起来才不会敲到。要不然呢，它这个地方缝超级大。对，这下面灯的这个地方线对不上，这个角全部都是手工做的。所以目前看它算漂亮哦，其实都是手工做出来的。完工之后完整度还蛮高的啦。我们看一下哦，包含里面的这个防水，其实我们都有做好，内装全部还原，就是该打胶的地方我们都原厂胶都打进去了，整理好了之后，可是完整度很高，到内外都有烤漆，对不对？如同原厂般的烤漆，内外全部都烤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进行细部安装。 其实目前看起来没什么不对的，但是我跟你说真的，没有一个对的，没有一个对的，真的弄得超辛苦的。对岸其实非常多这种变脸商品的，搞不好也会有好的，就是不好的，真的是不建议，太吓人了。这样子看这个正面几乎是一模一样，来看一下这个，真的 G30哈，对，其实整个车尾做的其实惟妙惟肖。这个后下巴也是一样哦，保杆直上之后呢，搭配这个排气管，这个排气管也是重新要调高度，这排气管原本的位置在这边。 所以这一台的改成 G30之后，其实屁股整个都抬高了，有点抬臀的效果哦。对，其实大概还好，差2-3公分而已。如何1秒分辨真假？讲一下这个车，其实最好认的关键在哪里？其实车头车尾都非常像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这个侧面就破功了。我们 F10是一条直线，对不对？对。来 ，G4代是2条双线，看一下。哦，上下。对，它是分上下的。叶子板这边一条。 它是2条没有交叉的线，这边一条，这边一条，有没有看到？那这条上面线是勾一个 C， 勾到前面去。对。那 F10直接从这边一条到底，这个把手这边看得到2条线。那叶子板的地方这边是直线向后 ，F10叶子板是这样，角是这样切的，小的细节10秒钟就可以认出来。如果是新世代的车，后车厢线是直线的，有没有？这条是直线。那我们不管怎么做，这边我们改不了。看一下这个，这条线是弯曲线，有弧度。大致上来讲，这台车如果做好完整度真的还不错，就是真的一般人应该会认错。 好，我们把引擎室好脏哦，腰手，噔噔，好，里面内装我们也尽量把它还原到，至少看得出来有内部有引擎室盖板，这些都有还原。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而且这个水箱都是空的，再是用手改的方式帮它还原起来。这个改车哦，就是基本上客户其实喜欢的东西，我们都能够把它做出来。2次工程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煎熬，慎选店家。这 F10改前后切车台的变脸 G30，跟大家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赏，谢谢。 改车及制作影片不易，非常耗时耗工。续集请耐心等候。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。